小伙挑战住在废弃的地窖里，如果能生存7天就能赢到10万奖金。在没有食物和水的情况下，他能挑战成功吗？周围的泥土很潮湿，里面不但有床、沙发，还有放东西的架子，就连厕所也挖好了2个洞。只要过完1天就划掉1个数字，请记住现在干净帅气的模样，等出去的时候或许连他亲妈都认不出来。小明找到一个好朋友，在孤独寂寞的夜晚可以相互作伴，再把房间稍微装饰一下，自己喜欢才会住得舒服。地窖的中间挖一个储水池，如果遇到下雨天就能喝到水了。忙活了几个小时，小明突然肚子饿了，但是没有吃的，他只能靠睡觉麻痹自己。小床的尺寸很小，这一夜注定睡得不踏实。第1天在新奇和饥饿中结束，醒来的小明还是很想吃东西。这时节目组送下来一部对讲机，里面的声音告诉他，饿了可以吃土啊，反正下面多的是。这导演也太狠了，当真一点食物也不给。小明看着满墙的黄土，在干净的地方挖下一大勺，他很抗拒，但是饿肚子一样很难受，刚放进嘴巴里就被未知的味道恶心到了。这一次他鼓起勇气再次尝试，嚼了2口还是难以下咽，吃土的感觉太难受了。小明的决心让导演很感动，送下来1盒罐头，还好找到1节断掉的勺柄，也只能用这个开罐头了。试了半天竟然没打开，再用木板砸几下，小明忍不住吸了1口汤汁，久违的味道让他很幸福。这次他终于吃到了食物，希望这盒罐头能让他吃饱。吃完之后精神也好了很多，而且又找到一个好朋友。他突发奇想为虫子兄弟做了一个迷宫，谁先找到出口就把他送到地面去。小虫子沿着路线很快到达了终点，另一只虫子却做了逃兵。小明信守承诺，把它粘在棍子上，直接扔了出去。小虫子获得了自由，而他还要继续待在下面。长时间的缺水让他现在特别口渴，很希望节目组能送来1杯水。这时从上面掉下来一个铁桶，让他装满泥土来交换，这还不简单吗？想要多少都有。而节目组却不按套路出牌。我是想喝水，不是要洗澡，这么冷的天你想冻死我呀？导演很心虚，还是送下来1杯水。小明舍不得喝完，存起来一半，只是这睡觉的小床更难受了，湿漉漉的，到了晚上会更冷。眼睛一闭一睁就到了第3天，昨天留下的水杯也被弄脏，喝了1口满嘴的泥土味。外面不断响起刺耳的噪音，小明让他们不要闹了，然后把对讲机扔到了一边。这时墙壁上流下来很多污水，原来是下雨了。小明缩在角落里躲避雨水，小雨变成了大雨，地窖的墙壁全部打湿，泥块时不时的往下掉落，差一点就砸到了小明。他只好站在了中间，又饿又冷，再加上这么恶劣的环境，正常人1分钟都待不下去。不知道小明还能坚持多久。随后更多的泥土脱落，眼看地窖就要坍塌，小明赶紧通知节目组放弃了挑战，这是拿命在冒险啊。小明扯着绳子逃离了地窖，他坚持了3天已是极限，7天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很遗憾小明挑战失败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会挑战成功吗？4个男人被困在100扇门做的牢房里，每一扇门的后面可能是惩罚或者惊吓，只有1扇是安全的。想要逃出去，他们只能一扇一扇的去试探。面对未知的恐惧，4个人谁都不想第一个去开，他们只能用石头剪刀布来决定开门的顺序。大伟首先选择了一扇粉色的小门，刚一打开就被泼了一脸的面糊糊，他们有些害怕了，没想到神秘人下手这么狠。轮到小特了，他选择了紫色的小门，打开一看，小特变成了小白，而且还不知道是什么东东。老王决定打开那扇最小的门，扔进来的汽水瓶溅了他一身，直接把老王整懵了。白毛准备打开绿色的大门，没想到跑出来一个小红人，把白毛打得嗷嗷直叫，直到打累了他才离开。又轮到了大伟，这次他选择了一扇小黄门，里面的惩罚也是同样的颜色，从远处看很像一个红绿灯。小特这次又选择了紫色的门，打开一看，小特又变成了小黑，不是白就是黑，这让小特很生气。轮到老王了，只见一桶水晶球倒了进来，白毛这次选择了红色的门，一桶神秘液体朝他泼了过来，而且味道还很大，这把白毛恶心的不要不要的。大伟这次的运气很好，得到了一把钥匙，旁边正好有一扇上了锁的大门，很可能就是逃出的那扇。大伟迫不及待地打开一看，没想到里面却是更多的小门，大伟差点崩溃了。这时小特决定打开其中的一扇，没想到再次变成了小白，而且还拔凉拔凉的。他们开来开去，门的后面不是惩罚就是惊吓，没有找到一扇逃生门，4个人被折腾得狼狈不堪，差点就疯了。这次老王选择了那扇最大的门，紧张地打开了它，竟然是安全的。随后他就被神秘人拉了出去，还剩下3个人，他们只能继续开门。稍微干净一点的白毛这次也挂了彩，而小特还是这么倒霉，莫名其妙被打了一顿。大伟一不小心还触动了水管，3个人赶紧把手洗干净，还没来得及洗脸，水管就没了。他们忍不住问候神秘人也太坏了。很快大伟也找到了安全的那扇门，从里面爬了出去。
只剩下白毛和小特了。难兄难弟互相看了一眼，也只能继续开门了。小特依然很倒霉，白毛竟然得到了一个头盔，还帮他抵挡住了惩罚。在他的坚持下，他也找到逃出去的大门。白毛激动的赶紧跑了出去，只剩下小特一人了。估计他也习惯了，反正就剩他一人了，想开哪个就开哪个。估计神秘人也玩够了。小特终于找到了逃出去的大门，激动的差点就哭了。幸好他没有放弃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小特一共打开了几个门呢？2个同学被困在100扇门做的牢房里，每扇门的后面可能是惊喜或者惊吓，只有一扇可以逃出去，谁先找到出口就能赢到1000美刀。大美首先打开红色的小门，没想到却是死胡同。小明选择了黄色的小门，打开一看，满满的惊喜，无数个彩虹豆从天而降，数量太多，竟然把他压倒了。小明沉浸在彩虹的世界里无法自拔。大美接着开门，里面有一只小丑，他想要钻进来咬人，幸好洞口很小，挡住了他。没想到小丑竟然打开了一扇大门，拿起锤子就开始打人。2个人一着急从对面的大门逃跑了，小丑在后面紧追不舍，场面十分的混乱。懵逼的小丑一脸懵逼，这到底是谁的牢房？反应过来的小丑只好再次把他们吸引到牢房里，然后迅速跑了出去。大门被封死了，他们只能继续挑战其他的门。大美打开了绿色的小门，里面的纸巾飘出来，瞬间把它淹没。小明赶紧把门关上，大美差一点变成了木乃伊。小明选择了一扇大门，里面是一只愤怒的母牛，冲出来就把它撞成了纸片人。大美很聪明，在门口处展开一张红布，母牛激动地跑了出去。就这点智商还想和人斗，只是这小明怎么办？大美把他从墙上抠下来，抓着脖梗子一抖擞，小明竟然恢复了原样。难兄难弟又成为了战友。这次大美想要打开高处的门，无奈个子太矮，小明都替他着急，只好帮他一把。这扇门里飘出来很多的泡泡，2个人玩得不亦乐乎。小明一个没站稳，2个人都摔倒了。接着小明打开了一扇蓝色的门，里面是过期的奶油，小明变成了大花脸。这时他忽然听到敲门的声音，于是再次打开蓝色的门，又被糊了一脸，这也太坑人了。刚要走时，一只手喊住了他，提示他再开一次。小明没有抵抗住诱惑，再次打开了大门，里面还是一盘奶油。小明让他停下来，既然躲不过，他选择自己动手。大美吓坏了，开始谨慎选门，他可不想变成大花猫。看他这么啰嗦，小明又忍不住打开一扇，一袋羽毛倒在了头上，小明变成了老母鸡。每一扇门的后面好像都很危险。大美让他继续开门，小明打开绿色的小门，里面出现一个方块人，他准备爬进来砍人。2个人一害怕，竟然打开了安全的大门，赶紧跑了出来。他们终于逃了出去，但是奖金只有1份，你觉得应该给谁呢？小伙被困在封闭的箱子里，哗哗的水流不断渗入，如果1个小时逃不出去，很有可能会被淹死。上面只有一个出口，小的连头都伸不出去。小明伸出胳膊摸到了一把钥匙，但却被绑上了绳子，旁边还有5把大锁，只要打开这些锁逃出去就能赢到1万美金。他扯着绳子挨个尝试，一只手开锁有些费劲，而2只手又不能同时出去。封闭的空间让他很焦躁，外面的几人仿佛是在看猴，他越挣扎他们反而越兴奋。但是小明也不会轻易放弃，一直扯着绳子挨个尝试，用力过猛，竟然把绳子扯断了。这下开锁就方便多了。在开到最后1把锁时，终于打开了一个，这时水流已经淹没了膝盖。小明很想知道第2把钥匙在哪里，而主持人竟然为他做了一个迷宫，沿着这些路线移动钥匙，找到出口才能使用。小明摸了一下上面的凹槽，睁着眼玩迷宫都很费劲，更何况是在摸虾呢？他只能凭着7秒的记忆往前走。还好小明很聪明，寻寻觅觅终于拿到了钥匙，又打开了1把大锁，而水流已经填满了1半的箱子。第3把钥匙在哪呢？主持人不慌不忙，又拿出了新的发明，想要拿到钥匙必须解开这些绳子。小明只能1只手操作，但他并不打算解开全部的绳子，等到长度够用他就会去开锁。试了2次，又打开了1把锁，但是水流很急，眼看箱子就要填满了，他必须赶快拿到第4把钥匙。这次的钥匙被缠在了绳子上，还是让他解开绳子。小明摸了一下觉得很简单，他最擅长的就是解绳子，这还不是小儿科。拿到钥匙之后赶紧去开锁，第4把锁也被打开了，只剩下最后1把了。小明已经等不及了，零下30度的天气，被冷水浸泡的感觉很糟糕，但是主持人又要搞事情，把最后1把钥匙锁在了盒子里。小明必须用1只手拆开全部的螺丝才能拿到钥匙，这一关才是最难的。小明1只手拿着螺丝刀开始卸螺丝，这让他很吃力，几乎用上了全身的力气，好不容易卸掉了3颗螺丝，而水位已经达到了脖子处。他打起精神，说啥也不能被淹死。2只手交换着拧螺丝，胜利就在眼前，他要快点逃出去。很快只剩下最后1颗了，小手却没有了力气，水位几乎填满了整个箱子。小明只能紧靠着出口才能呼吸。主持人好像心软了，
帮他拧开了最后一颗螺丝，但是开锁还要靠自己。送佛你不送到西，你觉得我现在还有力气开锁吗？小明的世界一片黑暗，主持人再次心软了，打开了箱子。小明被冻得瑟瑟发抖，只感觉很害怕，他再也不要参加这样的挑战了。很遗憾他没能拿到奖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会逃出来吗？两个陌生人被关在特殊的密室里，同吃同住100天就能拿到50万美金。如果有一人提前退出，挑战就会结束，而且拿不到1分钱。白色的房间，刺眼的灯光，每个角落都藏着摄像头。在不分日夜没有时间概念的密闭空间里，他们能坚持多久呢？冬梅和小明初次见面还没来得及认识，就被主持人锁在了密室里。没有关系，他们有100天的时间可以自我介绍。房间里的物资有多有少，唯一的食物只有鸡肉罐头。这要是吃上100天，会不会变成惨叫鸡呢？还好有2张床可以睡觉。冬梅认为只要睡上100天就能拿到奖金了，想法很不错。两人的情况差不多，一个负债累累，一个为了还清房贷，所以为了奖金他们势必要坚持到底。第一天过得很快，只是没有时间提醒，他们只睡了2个小时就起床了，做饭吃饭，强制自己正常生活。只要过得有规律就不会变得颓废。吃了1天的鸡肉罐头，第2天也轻松结束。第3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找乐子，无意间发现一只蜘蛛反而多了一些新鲜感。第4天小明用记事本做了一副纸牌，随便玩玩也能用来打发时间。主持人也忍不住参与一下，毕竟斗地主3个人才能玩，又是愉快的一天。第5天冬梅很想知道日期和时间，于是做了一张签到表。主持人没有上当，就你这智商，骗小孩都有点堪忧。每天生活在没有日夜没有时间的轮回里，就好像被社会抛弃了一样。他们只能压制住内心的焦躁，毕竟这些奖金对他们很重要。很快来到了第10天，节目组打开封闭的大铁门，久违的空气，美味的食物映入眼帘。主持人告诉他们，只要分给厨师5万美金，就能每天吃到美味的食物。这个买卖很诱人，想想鸡肉罐头都觉得恶心，而且厨师做的菜很好吃。2个人都心动了，美食和金钱怎么选？ Nope. I think we decided no. Really? 小助手抬走了没吃完的食物，剩下的90天接着吃鸡肉罐头吧。无聊的2人继续挑战，吃了睡，睡了吃，无聊到了极点。房间里的灯光非常刺眼，他们把床单搭在床头，眼睛还是受不了。第20天的时候，主持人又找到了新的商机，只要拿出来5万美金，就能换取2张柔软的大床，还有可以控制灯光的平板。冬梅和小明躺在舒适的大床上，想想那小小的硬板床，他们再一次心动了。最重要的是眼睛可以得到休息。主持人开始倒计时，小明纠结做不出选择，把决定权交给了冬梅，要还是不要？他的脑袋变成了麻花。 No. Really? 最后还是理智战胜了冲动，虽然很遗憾，但是他们保留了奖金，还是洗洗睡吧，可能梦里啥都有。接下来的几天2人变得很懒惰，除了吃饭上厕所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发呆愣神，自言自语，无聊到了最新高度。小明只想要调味料改变一下鸡肉的味道，而冬梅很想喝咖啡。外面的主持人又嗅到了新计划，这次他们肯定会花钱，把2人最想要的东西搬进密室，留下一个就要拿出1万美金。电话要不要？哈利波特全套书籍、咖啡机、调味料还有游戏机，好想都想要，但又不舍得花钱。2个人取舍了半天，决定一人买一个。冬梅留下了那台咖啡机，小明买了一整套的书籍，花掉了2万美金，还剩下48万，生活好像又有了希望。他们一起看书，一起喝咖啡，但是在第34天的时候突然停电了，外面暴风雨来袭，节目组也无能为力，一直停到了第39天才重新修好了电路。虽然灯光刺眼，但也比黑灯瞎火好，而且还可以吃到加热的鸡肉罐头。第40天的时候，主持人抬进来一台电视和很多部影片，只需要1万美金就可以拥有它。好久没有接触电子产品，2个人表现得很激动。这些影片足可以看到挑战结束，打发时间绝对够用。但是看着满满一箱子的钞票，2个人狠心拒绝了，还是 money 比较实在。节目组拿走了所有的影片，却把电视机留在了密室里。本以为没什么用，但是聪明的小明竟然做出了一根天线，电视机出现了画面，虽然只有1个频道，但总算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了。接下来的10天里，他们整日与电视为伴，很快就到了第50天。主持人告诉他们，只要拿出来2万美金，就可以见家人一面。他们都想家了，2万美金固然很多，但是家人的支持也很重要。这一次2个人达成了一致，他们迫不及待地和家人拥抱，哭得梨花带雨。节目组为冬梅的妈妈准备了生日蛋糕，2个人趁机改善一下伙食，但是美好的相聚总是短暂的。家人离开后，他们又回到了难熬的谷底，实在太无聊，就把箱子里的钱拿出来摆弄一下，这也是一种心理安慰。第60天的时候，主持人推进来一个大盲盒，只需要5万美金就可以拥有它。2个人猜不出里面是什么东西，可能不值这么多钱，于是他们拒绝了主持人。
当盲盒打开时，突然就傻眼了，里面不仅有5万美金，还有2辆特斯拉的钥匙。天哪！冬梅后悔的突然想哭。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，我肯定会选大盲盒。但是没有如果，在接下来的9天里，冬梅除了无聊就是后悔，她始终走不出来。很快又到了第70天，这一次主持人决定给他们一个惊喜。之前拒绝的所有东西，再一次搬进了房间，由他们自己定价，只要高过节目组的出价就能全部拥有。2个人认真的商讨，如果出价太高肯定不舍得，出价太少又担心低于节目组。时间只剩下30天了，他们很想多留下一些钱，最后以10.100万美金达成共识，能不能超过节目组呢？超出了3万美金，好像不重要了。他们得到了想要的一切。冬梅迫不及待地打开大盲盒，里面只有2个玩具特斯拉，终究是错过了。馅饼怎么可能会掉2次？但是其他物品也能让他高兴很久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他们吃好喝好玩好，比之前过得开心多了。主持人已经10天没有来了，估计他已经预判了2人的预判，在舒适的环境下放松警惕，然后再给他重重一棒。又过了10天，还是没有任何信息提示，难道把我们忘了？大概也许可能吧。第99天的时候，主持人终于出现了，回忆刚开始的镜头，仿佛过去了很久。而节目组也准备了更大的惊喜，相处100天的室友能不能经得住考验呢？这是一台试探人性的机器，绿色按钮代表同意评分奖金，红色按钮则会占有对方的奖金。如果2人同时按下红色按钮，就会鸡飞蛋打1分没有。2个人都戴着降噪耳机，所以听不到对方的想法，评分还是自己要。100天的陪伴是朋友还是敌人？主持人开始倒计时，他们好像心有灵犀，同时选择了绿色按钮，平分了剩余的36万，友情战胜了贪婪，所有人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节目组卖的这些东西，你会选择什么来陪你度过这100天呢？男人挑战住在地下12米的避难所里，只要和陌生的异性生存100天就能赢到50万美金。如果有1人提前离开，奖金就会归零。避难所的设计紧凑且合理，不仅储备了100天所需的物资，还可以自己种植新鲜蔬菜，所以他们并不担心会被饿死。但是在不见天日的地下室里，没有手机，没有互联网，他们能坚持多久呢？主持人关上厚重的大门，地下100天的挑战也正式开始。节目组特意把50万奖金放在2人的床头，时刻提醒着比赛的紧张感。毕竟脱离社会100天，一般人可熬不住。2个人好奇地打量地下室，这里有吃有喝，还有奖金拿，傻子才会离开呢。而且和对方相处的还算融洽。但是长久的地下生活真的有那么简单吗？第1天在充实期待中结束，2个人一觉睡到了第2天早上。他们愉快地一起做早餐，毕竟要生活100天呢，所以尽量和平相处，给对方留一些空间，互不打扰。细心的小美发现这些奖金被锁住了，而且上方还有一个特殊的装置，这正是主持人提前迎接第10天的挑战，前提是他们能坚持下去。第3天的心情依然很不错，他们约定一起健身，做最强壮的人。乔治表现得很绅士，每天都在做饭打扫卫生，而小美无所事事，只顾着貌美如花。这样的相处方式坚持了10天，以后的日子会更加漫长。主持人如约进入了地堡，他打开奖金2边的木盒子，里面是手部扫描仪。当小助手按下按钮时，上方就会出现1分钟倒计时，只有2个人同时把手放在扫描仪上才能暂停计时器，不然倒计时归零，奖金就会被烧成灰。以后的每一天都会启动1次计时器，而且没有时间规定。Every single day? Every day. What if I'm showering? I don't care the reason why. If you guys mess up just one time, both of you are leaving with nothing. Oh my gosh. 主持人介绍完游戏规则就离开了，2个人瞬间懵逼了，这要是睡着了怎么办？他们商议把床垫移动到扫描仪的旁边，这样就可以随时待命。第11天的时候，小助手再次按下了按钮，还好2个人离的距离不远，只过了5秒钟就暂停了计时器。他们紧张的心跳加速，1天1次的警报终于解除，接下来的时间他们可以自由发挥，想干什么干什么。而小助手也在伺机而动，按按钮的时间从不一致，凌晨、半夜，也可能是其中1人上厕所洗澡的时候，但都被他们一一化解。2个人的合作方式也更加默契。第20天的时候，主持人再次来到了地堡，提出拿5万美金买走30秒的倒计时，只要按下扫描仪不超过时间就能拿到55万美金。这个附加条件很诱人，而且他们之前只用了几秒钟就暂停了计时器。2个人一致同意缩短时间，计时器改成了30秒，他们的奖池又增加了5万美金。挑战越来越有难度，他们也打起了12分的精神，每次按下扫描仪的时间都没有超过10秒钟，掌握的越来越得心应手。很快又到了第30天，主持人再次提出了新的挑战，如果取消警报的提示音，就能多加5万美金。2个人商议了半天，没有了提示音，可能随时随地错过扫描仪，到时候1分钱也拿不到，更别说这区5万美金了。能保住55万才是赢家。
所以他们这次放弃了加码的机会。主持人有些失落，也只能祝他们好运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乔治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，还要1天3顿不停地做饭，而小美不是在忙自己的事，就是在等着吃饭。两人的关系在潜移默化的改变，从应付说话变成了互不搭理。这样紧张的氛围让主持人决定应该做些什么。于是，在第40天的时候，他提出谁现在退出就能拿走10万美金，而另一个人也不会被淘汰。Maybe I could leave. I do everything around here. I do all the cooking. I take care of the plants. I even entertain you with how bad I am at the guitar. I think I might leave you. No, you can't. 听到乔治想走，小美极力劝阻。10万美金才多少？55万我们平分不好吗？乔治迟疑了片刻。I'm sorry. But I'm staying. 主持人的离间计没有成功，比赛继续，但这次的选择明显让两人有了间隙。他们话不投机，开始指责对方，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。主持人隔着屏幕都感觉要散伙。两个人连续4天没有说过一句话，持续冷战中。在第48天的时候，主持人送进来一个人，为了缓和他们的关系，黄毛必须住满50个小时。无聊的地堡又多了一个人，竟然多了很多话题，气氛也变得热闹起来。黄毛让他们明确目标，这么一大笔奖金足可以改变人生。这不仅仅是为对方而战，更是为了自己。两个人貌似又重归于好，在第50天的时候准备了蛋糕，庆祝这来之不易熬过一半的胜利。黄毛50个小时的陪伴也已到期，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地堡。主持人提出新的比赛规则，倒计时每减少1秒就能换取5000美金。这个提议很让人心动。乔治认为他们每次都能在10秒之内暂停计时器，多出来的时间换成钱岂不乐哉？而小美却认为有点冒险。再三斟酌之后，两人决定只减少10秒钟，他们的奖池又增加5万美金，两个人可以平分60万了。想想都让人激动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们不怎么说话，也不再埋怨对方，毕竟还有40多天呢，都不想半途而废。共同守护好扫描仪才是两人最终的目标。不管其中一人在干嘛，只要警报一响，都要第一时间去汇合。每天的生活就像一个死循环，他们的内心满是煎熬。第60天的时候，主持人提出1天触发3次警报就能再加5万美金，两个人无比心动。这么多钱拿回家不香吗？但是理智战胜了贪念，他们拒绝了这次加码。1天1次的警报已经够让人头疼了，而且倒计时20秒非常危险，他们能保护好60万就很不容易了。持续不断的消极时刻缠绕着两人，突然对周围的一切提不起一点兴趣。乔治整天待在储物室里看书，小美无聊到透顶，开始整事。她趁乔治离开的空隙把书藏了起来，事后还不承认是自己干的，这让乔治很生气。他突然后悔当初没有拿钱离开，这么多钱可以买到时间，但是买不到自由。第70天的时候，主持人用一块黑布将两人分开，在互不影响的时候提出现在离开就可以拿到20万美金，另一个人也不会被淘汰。这次他们该怎么选择呢？小美的内心没有动摇，她想坚持到最后瓜分60万奖金，而乔治很想拿钱走人。他讨厌这样的生活，也讨厌小美，但是20万和30万哪个更诱人呢？乔治的左右脑争论了半天，最后还是选择留下来，用30天的时间多拿到10万美金，这可是这辈子唯一的机会。等主持人走后，乔治又后悔了。 Would you mind making me chicken? Would you make me scrambled eggs? Do you think when you're done, you can make me like a little bit of eggs and chorizo? It just sucks now. 他做饭做到想吐，而小美懒得一动不动，索性改变不了他就变成他。乔治也变得懒惰起来，他不再管理种植的蔬菜，也不打算做饭，反正饿又饿不死，躺又躺不平。第80天的时候，主持人提出让他们休息10天，这10天里不再触发警报器，养好精神去应付最后10天的挑战。他们不再被紧张的扫描仪左右，心情也变得轻松很多。小美开始学着做饭，乔治的偏见也在慢慢消除，两人的关系开始回升。很快就到了第90天，主持人提出新的游戏规则，他重新将计时器调整到1分钟，每天开始倒计时后将不再重置，这1分钟的时间一直撑到比赛结束，接受挑战就能多拿到10万美金。两个人都动心了，而且他们每次的用时只有5秒钟左右，足可以撑到比赛结束。他们一致同意将奖池增加到70万美金。越来越多的筹码让比赛更加紧张，他们把所有需要的东西都搬到了扫描仪旁边，争取不浪费任何1秒钟。乔治睡觉也要抱着扫描仪，只剩下最后10天了，一定要带着奖金回家。当警报器响起时，两人快速做出反应，只消耗了2秒钟就停止了，这速度也太快了。剩下的时间可以休息了。才刚刚过了午夜12点，警报器又响了，这次还是2秒钟结束。小助手的计谋没有得逞，但他们总要上厕所吧。小助手们一直在等待机会，等小美跑去卫生间，他们赶紧按下了计时器。一切来得太突然，小美迅速折返回来，按下扫描仪。看来这厕所是不能去了，但是人有3急，乔治决定上个这辈子最快的厕所。
还是没有上成。警报器没响之前，两个人都不能离开太远，还剩下好几天呢。46秒的时间一定要坚持到结束。小美特意画出一条警戒线，不超过标记就能及时化解危机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他们每次只用几秒钟就能暂停计时器，只要保持住节奏，就能轻松撑到最后。终于熬到了第100天，两个人激动的一夜没睡。他们按下了最后一次的倒计时，终于结束了100天的噩梦。离开这阴暗潮湿的地堡，仿佛获得了新生。两个人也如愿拿到了奖金，为了家人也为了自己，一切的坚持都是那么值得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，能坚持多久呢？500斤的冰山里藏着一辆红色的跑车，谁先找到它，就能开走这辆帅气的兰博基尼。比赛还没有开始，他们已经等不及了。如果错过了这辆跑车，肯定会后悔一辈子。而红毛却表示，赢不到这辆车就要把头发染成绿色。使用的工具，每人一把铲刀，凿开上面的冰块就能升级工具。两支队伍既紧张又激动，冰块很容易破裂，但是对方的速度一直在超越。主持人担心到处飞的冰块伤到兰博，于是在车的两边架起了屏障，他们可以毫无顾虑，尽情释放全身的能量了。大壮选择在中间凿出一条裂缝，每次掉落都是一大块，而蓝队选择一点一点的吃掉它。红队进步很快，眼看就要拿到第1层的绿牌，蓝队只好效仿他们，凿开一大块冰，幸运的找到了升级工具的绿牌。新工具是一把锯子和棒球棍。小黑的力气很大，不停地砸向冰山，第2层也被砸开了一半。而大壮这边刚刚拿到绿牌，他不相信有人比他力气还大。两个男人无意间激发了斗志，看来大壮这次遇到了对手。你们觉得谁的力气更大呢？主持人吓得不敢靠近，很怕会伤到自己。红毛也想加入勇士的队伍，却被棒球棍震得小手发麻。小黑嘲笑他只配做一只卡拉咪，你看不起谁呢？尴尬的红毛再次拿起了工具，大壮让他躲一边去，他要释放男人的力量。10厘米厚的冰块被他一棒打碎，眼看第2层就要瓦解，而蓝队还在小鸡叨米。当看到红队的进步时，小黑也坐不住了，抢过棒球棍使劲砸向冰块。他可不想认输，但还是红队先一步找到了黄牌，升级了工具。下面的几层被钢化玻璃紧紧包围，所以只能一点点砸碎，再用手挖出碎渣。挑战变得有些困难。这时蓝队也拿到了新工具，又仿佛回到了起点。怎样才能快速打碎这些被包围的冰块呢？主持人拿来一个转盘，可能会转到奖励或惩罚。小黑果断选择赌一把，结果很幸运，转到了神秘人的帮助。但只有2分钟，4个人疯狂砸冰块，溅起来的渣渣就像暴风雪。2个神秘人特别卖力，其中1人竟然拿来了电锯，准备锯开这座厚厚的冰山。而主持人却通知时间已到，让他们赶紧离开。轮到红队了，他们转到了关灯5分钟，但只有1盏头灯。好奇怪，你买得起兰博基尼，却买不起2盏头灯。主持人也只好坦白，把所有的奖金都给了你们，穷的连袜子都买不起了。还好冰块在夜晚会发光，并没有影响他们。5分钟已过，灯光再次点亮，才发现红队比蓝队快了一点。蓝队只好走捷径，把中间的冰块挖出来。首先拿到了升级工具的橙色牌子，主持人感到很惊讶，认为他们在作弊。但是你只说拿到牌子换工具，并没有其他条件啊。主持人哑口无言，只好交出了新工具。大斧子和铁球果然好用，蓝队不但有力气，竟然还有脑子。再看红队在干嘛，大壮忍不住秀起了2头肌，反应过来又继续挖冰块。他们终于拿到了橙色牌子，已经打开了70%的冰山。而蓝队好像进步了，又好像没进步，上一层的冰块还没有完全打开。比赛进行得如火如荼，看一眼兰博基尼，就算再累也不能停下，你永远无法预知对手的力量。老王直接站上去砸冰块，还是选择先找到中间的牌子。而大壮那边转动转盘，竟然拿到了喷火器。红毛融化冰块，大壮继续发力，2支队伍几乎同一时间拿到了红牌，一起升级了工具。大壮认为里面的冰块太难挖，于是准备打开外面的钢化玻璃。而蓝队转动转盘，竟然转到了冻结对方5分钟。红队瞬间变成了雕像，蓝队抓住机会赶紧赶超。他们还是一样的思路，只砸中间的冰块，或许车子就藏在正下方。大壮终于被解冻了，拿起大锤子继续攻击钢化玻璃，很快就出现了松动。打开这圈保护层，里面的冰块就容易多了。红毛立功心切，抢过斧子继续砸。而蓝队好像发现了什么，用手挖出里面的碎渣渣，看到了红色的跑车，2个人合力挖了出来，抢先一步赢得了比赛。而大壮只晚了几秒，他也拿到了车子的残骸。不容置疑，恭喜蓝队赢到了兰博基尼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觉得大壮他们输在了哪呢？